干眼症与白内障有很多类似的症状，要找专科医师才能正确找出病因，对症下药哦。干眼症跟白内障在临床上真的是我们眼科最大宗的疾病哦，大概10个病人来，有8、9个都有类似的状况。然后他们2个常见的症状都非常的类似哦。那事实上呢，这2个疾病呢，在临床上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哦。像我们有很多的阿公阿嬷一来就说我就是白内障，我可能需要开刀了。但其实我们仔细的检查会发现，这些阿公阿嬷有非常多的部分，他们的视力不好是因为眼睛有干眼症。那干眼症其实它比较常见的症状是，他觉得视力模糊是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不太好。有的人会觉得早上起床的时候非常模糊，甚至会觉得张不开眼睛，整天都觉得黏黏的不舒服。那也有一些是到了晚上会觉得好像视力变得比较差，然后开始也是觉得涩涩的、干干的，甚至常常会觉得好像痒痒的，有什么东西在眼睛里面这样子的异物感。那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所谓干眼症的症状。它会有时间上的不同，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所以这个跟白内障一整天都会觉得很模糊是非常大的不同。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呢，其实非常的进步，手术的伤口非常的小，然后时间也非常的快，所以手术后的刺激感呢已经降到非常低了，大家不用担心只是说在手术过后大概1、2个月常常会有一些干眼的症状，好像是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模糊，刺刺的、痒痒的，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如果在手术后有好好的照顾，干眼的症状都能够在术后的1、2个月渐渐的恢复，视力也会渐渐的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应该要好好的积极治疗干眼症。干眼症一般都会分成缺水性跟缺油性，但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是2种混合的所谓缺水、缺油性的干眼症。这样子的病人，他平常不是只有干燥而已，会因为缺油，常常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有发炎的症状。所以临床上我们在居家保护的时候，会希望病人能够做热敷，勤劳的点药水，控制发炎反应。那这几年呢，其实已经有非常进步的仪器像是脉冲光啦，这些都可以帮助缺油性的病人呢，他的眼睑板分泌油脂非常的顺畅，那进一步的可以对泪腺有更多的保护，那在视力上就有非常大的进步。眼部专用的脉冲光治疗在这几年其实非常的流行它已经通过了美国 FDA 的认证。那干眼症呢，因为它其实分为缺水性跟缺油性的，有很多的病人以为自己就是干眼症，只要自己买人工泪液来点，那其实这个只能补充到水分的部分。那如果你的油脂分泌太少的话，其实也会常常引起眼睛的发炎所以这个眼部专用的脉冲光呢，它可以控制眼睛的发炎甚至能够抑制眼皮上面的螨虫滋长，所以对于干眼症的控制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眼部专用的脉冲光打完以后，大概1、2天会有轻微的红肿、稍微刺痛的感觉，都是非常的正常。那这段时间呢，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在家里做冰敷让眼睛这个红肿的感觉慢慢的舒缓。那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戴墨镜，那用眼的时间也是要减少。那过了这1、2天之后呢，眼睛的状况就会慢慢的恢复，可以渐渐的开始补充人工眼泪，还有做热敷，其实效果就会非常的好哦。干眼症现在其实是非常流行的文明病不管是大家手机不离身啊，还是在工作的时候需要使用电脑、平板，其实这些都会加重干眼症的危险因子。所以平常呢，我们希望如果你已经有干眼的症状呢，要好好的休息每30分钟可能花个10分钟闭目养神，让你的眼睛能够好好的休息。那另外就是如果有户外运动啊，像现在夏天紫外线非常强烈一定要好好的遮蔽眼睛的部分，包括戴帽子啦，或是戴抗 UV 的太阳眼镜，这些都对眼睛有非常好的保护效果。所以干眼症其实并不可怕，如果能够好好的搭配这些保护措施，好好的休息，其实都能够有非常好的控制效果。